大家好，我是财先生，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积极思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过程，也是一种主观的选择，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有一句大家熟悉的谚语：一天的思考胜过一周的蛮力工作。积极思考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使我们面临弱势的情形时，能寻求最好的、最有利的结果。换句话说，在追求某种目标时，当你往好的一面想时，你便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为什么积极思考会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呢？其实积极的思考并不能无中生有，比如给失业者变出一个工作，它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在思考中让一切变得有迹可循，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走向成功。积极思考允许你扩展你的愿望，并克服所有的消极思考，它给你实现自己欲望的精神、力量、感情和信心。尤其对创造财富来说，能否积极思考更是关键因素。那些能够创造巨额财富的人都善于思考，不论他们曾经多么苦难不幸、穷困潦倒，他们都不屈服于命运，始终相信好的日子就在未来。商店里的学徒可以幻想着自己开店铺，工厂里的女工可以幻想着建立自己的银行，一个立志想成大事的出身普通家庭的人，幻想着成为金融王国的领导者。思考能够拯救一个人的命运，这句话来自于拿破仑。当你处于消极状态时，请记住，用思考转换感觉，调整方向是自我慰藉的唯一方法。一个人如果能够靠积极的思考征服消极的心态，对他的个人成长将是大有益处的。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你认识到积极思考的力量，在通往财富自由的道路上顺利前行。对了，在影片开始前，容我说明一下，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你有兴趣，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正题。自我暗示有助于我们将愿望转化为财富，而这种自我暗示其实就是信心。信心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可以借着不断的肯定的潜意识或反复提示而产生，以及通过自我暗示而产生或创造自信心。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消极负面的情绪不断被传送至潜意识，潜意识就会回应做出消极的行为。这点足以解释数百万人所经历的所谓不幸或倒霉的这种情况。有数百万人相信自己注定贫穷失败，而且他们自己无法控制。其实不幸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因为他们具有消极负面的信念，当它传至潜意识时，就会相应的去影响实践。因此我们再三强调，如果你不断将任何你希望能转化为食物和财富的欲望传达至潜意识的话，你便终能获益。因为处在那种期望或深信的状态下，你真的会产生变化。信念和信心促使潜意识采取行动。当你通过自我暗示下达命令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你说服自己的潜意识。要使这种说服更真实，在你敲响潜意识之门时，不妨表现得仿佛已拥有梦寐以求的实质物品一样。有信心时下达的任何命令，潜意识都会以最直接且最真实可行的方式来执行这项命令，使其向实质的对等物转化。为了使你做好心理准备，可以开始通过亲身体验和行动去获得将信心与任何传达至潜意识的指令相融合的能力。所谓熟能生巧，指的是你必须在实践中操作。有积极正面的情绪主导的心灵，有利于信心的产生。以此种方式主导的心灵，可随时对潜意识下达命令，潜意识会立即接受并采取行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信心，但如何才能建立信心呢？信心其实是一种可以经由自我暗示引发出来的心理状态。信心是积聚财富的起点，信心是所有奇迹以及科学难以解释的一切神秘事物的基础。信心是治疗失败的唯一良药。信心是一种元素，一种化学成分，当它与冥想融合时，能使人产生无穷的智慧。信心是一种要素，能够将人类有限心灵所创造的平凡意念转化为对等的精神力量。信心也是一种媒介，只有通过它，人们才能掌握并利用智慧的力量。这些并不是空话，当你真的有信心去面对一切时，你会发现这真的很对。按功能分类，想象力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综合型想象力，另一种则为创造性想象力。综合型想象力是指将旧的观念、构想或计划重整为新的组合。这项能力没有创造，它只是将所获取的经验教育和观察作为材料加工整理。它也是发明家最常使用的。
当综合型想象力无法解决其问题时，他们便会利用创造性想象力。创造性想象力通常是指通过人类的有限心灵，直接与无穷的智慧连线，预感和灵感并由此而来。所有的基本的或新的构想也是凭借这种能力产生的。通过这种能力，人类可以接收到其他人心灵的意念振波。这种能力还可以使一个人进入或联系别人的潜意识。创造性想象力会自动发挥作用，其具体的作用方式，这种能力只有在这个意识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比如当有强烈欲望时，产生的情绪就会刺激意识。创造能力发展的灵敏程度，以及从上述资源接受别人的振波能力与利用它的次数正相关。要记住，一个人如何将欲望转化为财富的整个过程，不可能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只有掌握、吸收并开始应用所有这些原则时，才算是进入了这个过程。商界、工业界和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以及艺术家和作家之所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力、综合型想象力和创造性想象力，两者的灵敏程度都会因为经常使用而逐渐得到培养，正如人体的肌肉与器官越用越发达一样。你生活的世界本能和其他物质都是进化的结果，在进化的过程中，细微物质被井然有序的组织和安排。你身上的数十亿细胞以及组成所有物质的原子，每一个皆始于无形的能量。欲望是一种意念冲动，意念冲动也是一种能量存在形式。当你开始有意念冲动想去寄居财富时，你就在利用一种说不出的物质。该物质与大自然一起创造了地球及万物，包括使你的意念冲动发生作用于身体与头脑在内，所有物质都是一样的。现在的科学家已经能够确定整个宇宙只有两种元素，构成物质和能量。能量和物质的结合创造人类可感知的万物，包括猩猩及人类自己等各类动物。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正是运用自然法则来造就自己。你正在尝试自己适应自然法则，从而努力地将欲望转化为实际的财富。不变的法则可帮助你创造财富，但首先你必须熟悉这些法则，并学会使用它们。通过重复以及由各个想象得到的角度来讲述这些原则，呈现给你获得巨额财富的秘诀。这个秘诀尽管看起来奇特且似是而非，但它完全可以被掌控。我们居住的地球、天上的星座、视野中运转的行星、我们之外的周围所有元素、每一片叶子以及举目所见的各种生命形式等，都存在着秘诀。而大自然本身就是真理。构想是所有财富的起点，同时也是想象力的生成物。让我们一起来审视一些带来巨额财富的知名构想，希望这些例子能给你一些启示，教会你如何利用想象力聚集财富。50年前，一位乡村的老医师驾着马车来到镇上，他悄悄地从后门溜进药房，开始和年轻的药房伙计交易。此举注定使后来许多人获得巨额财富，也注定为美国南方带来巨大的益处。老医师和伙计在柜台后面窃窃私语了1个多小时，接着医师出去了。他走到了马车处，拿着一把老式茶壶和木质大勺子回来了，并将它们置于柜台后面。药房伙计检查茶壶后，从口袋中拿出一卷钞票交给医师。那卷钞票足足有500多美元，等于是药房伙计的全部积蓄。医师交给他一张字条，是一个秘方，纸上所写的文字价值连城，但对这位医师来说却分文不值。那些神奇的文字是用来使茶壶内的水沸腾的，但医师和年轻的伙计都不知道茶壶里会有多少惊人的财富流出来。老医师很满意的以5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那套设备，这些钱足以偿还他的所有债务，并且给他心灵自由。药店的伙计则冒险将毕生积蓄压注在这张小纸片和一把老茶壶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个冒险之举动会使一把老茶壶生出黄金，其神奇的效果甚至能与阿拉伯神灯相比。应该说，年轻伙计购买的其实只是个梦想。老茶壶、木勺和纸上的秘密信息都是偶然的。茶壶和新主人在秘方中加入了一种老医生全然不知的成分后，茶壶发生了神奇的作用。在这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你能够猜出年轻人究竟在那个秘方中添加了什么东西，从而使黄金从茶壶中溢出来。这个不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它是真实的故事，是始于构想的事实。
虽然它们似乎比虚构故事更神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构想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利用茶壶内所装的东西赚钱，它过去很值钱，现在也是如此。现在这把老茶壶是全世界最大的糖消费者之一，从而给那些从事甘蔗种植以及精制产销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提供了稳定的工作。这把老茶壶每年消费数百万的玻璃瓶，也给许多玻璃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老茶壶也给美国许多店员、广告的撰写者以及广告高手提供的工作机会。数十位艺术家创造出华丽精致的图画来描绘产品的特性，所以老茶壶也让他们名利双收，使一个南方小城摇身一变而成为南部的商业之都。现在该市的每位居民都直接或间接的受益其中。它给接触它的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老茶壶的财富使一所学院成立，它现在是南部地区最卓越的学院之一，有数千位年轻学子在那里接受了成功所必备的培训课程。老茶壶还做过其他很多神奇的事情。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数以千计的工厂、银行、商行关门倒闭，但神奇茶壶的主人却发展良好。它让全世界无数人提供了持续的工作机会，并且给那些艰辛这个构想的人创造了许多财富。如果黄铜茶壶衍生的产品会说话，它一定会以各种语言说出它所经历的令人兴奋的浪漫故事。你现在应该清楚了，神奇的茶壶流出来是一种世界著名的饮料，同时这种饮料也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不会中毒的兴奋剂，因而在人们需要做好工作时，这种饮料给他们带来了清爽的感觉。无论你是谁，身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每当看到可口可乐时，请记住这个财富庞大且影响力强大的帝国其实只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构想。还有那个药防火剂秘方里的神奇成分，其实就是想象力。停下来想一下这个故事的成功之道，同时也请记住媒介在整个故事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通过它，可口可乐影响力才能扩展到每个城市、乡镇、村落以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记得，任何你创造出来的和可口可乐一样正确而有价值的构想，都有可能再次创造出这种不菲的成绩。最后，这支影片对你有什么启发或价值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